这4种病都不是病，可能只是年龄到了，过度治疗或伤身，坦然面对。孙大爷今年刚满67岁，身体一向不错，退休后每天早晨去公园锻炼，晚上和老伴一起散步。然而，最近他总感觉膝盖有点酸痛，走路时也不像以前那么轻松。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他，他的膝盖上长了点骨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孙大爷有些慌了，心想着是不是要赶紧做手术。没过多久，孙大爷又发现自己吃饭的胃口不如以前，睡眠也不太好，晚上经常醒来。他忍不住和邻居们聊起这些烦心事，大家都纷纷给他支招，有人建议他多去医院检查，有人则说应该吃点保健品。孙大爷听得心里七上八下，这些问题到底严不严重，是不是一定要去治疗？这些让孙大爷烦心的小毛病，真的是身体出问题了吗？该不该为这些现象大动干戈，还是可以选择坦然面对，从容应对呢？1. 心脏早搏。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心脏突然跳得快了一下，好像抢拍子似的。有时候感觉心脏猛地跳了一下，甚至有点儿发慌。这种现象其实就是心脏早搏，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其实心脏早搏并不总是危险的信号。心脏早搏可以理解为心脏在正常的节奏中加了个班，它在本该休息的一瞬间又跳了一下。虽然心脏的节奏被打乱了，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出了大问题。事实上，早搏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，很多人一生中都会经历早搏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发生的几率会更高。不过，早搏也不是完全没有脾气的。如果早搏频繁发生，每分钟超过5次，或者伴随胸痛、头晕等症状，那就需要引起重视了。虽然大多数早搏是无害的，但如果它频繁出现，可能是心脏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，提示心脏可能存在某种潜在的问题，比如心肌缺血或其他心律失常。要不要担心早搏，关键还得看它出现的频率和伴随的症状。如果只是偶尔抢拍子一下，日常生活中就能做些调整来减轻这种现象，身体放松了，心脏也就不会那么容易抢拍子了。早搏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它只是心脏的一次小小的调皮，并不会对健康产生实质性的威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，适时调整生活方式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不要因为几次早搏就草木皆兵。与其每天担惊受怕，不如从现在开始给自己的心脏多一点关爱，让它在平稳的节奏中为你跳动得更久、更健康。2. 轻微颈动脉斑块。颈动脉斑块并不是个新鲜事儿，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，体检报告上出现这个词的几率还挺高。这个斑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是不是必须立马治疗？别急，我们来把这个事儿掰开揉碎地说清楚。颈动脉是给大脑供血的大动脉，而颈动脉斑块就是在动脉壁上形成的一种沉积物，主要由脂肪、钙质等组成。这些东西听起来挺吓人，但其实它们就像是动脉壁上积的水垢。大部分情况下，斑块本身不会立即引发严重问题。很多人一听到斑块就担心血栓会跟着找上门。确实，斑块如果长得大了，可能会变得不稳定。一旦破裂，斑块里的物质被血流冲走，就可能形成血栓，导致脑梗塞等严重后果。不过对于轻微的颈动脉斑块，风险要小得多。重要的是，它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生活习惯的调整来控制，甚至不让它们继续发展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可能会松一口气，但松了气不代表就可以完全不管。颈动脉斑块确实不算是紧急问题，但它是一个警示信号，提醒你该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了。所以，与其天天担心斑块会不会变大，还不如趁早做些改变，阻止它的发展。至于已经有3高，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问题的朋友，更需要特别注意。定期复查是个好习惯，通过每年1次的颈动脉超声检查，了解斑块的变化情况，做到心中有数，及时调整生活习惯和治疗方案。3. 骨刺。听到骨刺2个字，很多人会立马紧张起来，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骨头出了大问题？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，体检报告上如果写着骨刺，就更容易联想到骨折、关节炎，甚至以为自己离瘫痪不远了。骨刺的正式名字叫骨质增生，
这是我们骨头面对压力和磨损时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。简单来说，当骨头长期受到不正常的摩擦或压力时，为了修补受损的地方，骨头会自己长出一部分来加强结构，结果就形成了我们说的骨刺。大多数情况下，骨刺是悄无声息的存在着。如果骨刺只是默默的待在那儿，没有对周围的组织、神经产生压迫，也没有引起炎症，它对你的生活基本没什么影响，根本不用理会它。很多人在体检时偶然发现自己有骨刺，但平时没有什么疼痛或不适。这种情况通常不需要特别的治疗。不过有时候，骨刺的位置和大小可能会让他不安分起来。当骨刺长在关节附近，尤其是膝盖、脊椎这些负重大、活动频繁的地方，它就可能对周围的组织和神经产生压迫，导致关节疼痛、活动受限，甚至引发骨性关节炎。这时，你可能会感觉到关节在动的时候像是卡住了，或者活动范围受限。那么，如果骨刺发作了怎么办？首先，别急着想动手术。很多情况下，通过调整生活方式，骨刺引发的不适可以得到缓解。比如，适度的锻炼可以帮助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，从而减轻关节的负担，降低骨刺对关节的压力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，关节疼痛不一定都是骨刺惹的祸。有些人可能因为骨刺而产生心理负担，总觉得关节疼痛就是因为骨刺，结果就陷入了过度治疗的陷阱。实际上，关节疼痛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，比如肌肉劳损、软骨磨损等，不一定是骨刺的锅。4. 肝脏钙化灶。当体检报告上冒出肝脏钙化灶这几个字，很多人心里都会犯嘀咕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其实，肝脏钙化灶听起来吓人，但多数情况下，它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。肝脏钙化灶本质上是肝脏里的一些小钙质沉积物，通常是肝脏自我修复的结果。它可能是以前肝脏发生过一些小的炎症或损伤，比如曾经的感染、寄生虫病或创伤。在愈合过程中，肝细胞就像是建筑工人一样，把这些伤口修补好了，留下了这些小小的疤痕。钙化灶。其实，这些钙化灶就像皮肤上的老疤，虽然一直存在，但基本不会再有什么大动作。大部分情况下，肝脏钙化灶是安静的路人，它不会主动给你惹麻烦，也不会无端影响你的生活质量。如果你也是这种情况，大可以不用太过担心，钙化灶基本上是无害的，甚至有可能一辈子都不变大、不扩散。当然，既然是肝脏的疤痕，它还是值得你稍微留意一下的。毕竟，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，平时再怎么受损，它也不吭声，所以我们更要对它多一些关注。虽然钙化灶本身不会直接带来严重后果，但它可能意味着你的肝脏曾经经历过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磨难，提醒你要对自己的肝脏好一点。不过，钙化灶也有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隐藏一些潜在的风险，尤其是当它的数量多、形状不规则或者伴随其他肝脏问题时，这种情况下最好及时咨询医生，看是否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者治疗。结语：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会自然的发生各种变化，许多我们误以为是疾病的症状，其实只是衰老的正常表现，像骨刺、颈动脉斑块、肝脏钙化灶以及心脏早搏，这些听起来让人心生担忧的病症，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真正的健康威胁。衰老不可避免，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的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延缓它的进程，与这些自然的身体变化和平共处。真正的健康不是没有任何病症，而是能够在面对身体变化时保持从容心态，懂得调养生息。通过理性的认识和行动，我们完全可以在老去的路上活得更健康、更自在。